要说试驾还得是机场，阿维塔07，今天它来了。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个天气来到机场测试阿维塔最新上市的07。那这是一款 SUV， 在11之后第二款 SUV。我们今天拿到车的颜色是一个白色，那厂家给到5个颜色，黑白灰，还有一个特色的绿和一个紫。那我个人觉得这个白色还是挺不错的。它的整个前脸还是维持了它家族式的蝶翼式的前脸，非常的具有科技感。侧面的线条非常具有运动感。来到车尾呢，如果说我们是开车跟在这个车的后面，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尾部的造型，在轮拱的上方有这样一个类似于宽车体的感觉非常的漂亮。那整个这个后备箱的实用性呢，大家能够看到还是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然后整个是用了这种黑色的毛圈材质。我们把这个提手拉起来的话，下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次备箱，那可以装一些平常不太常用的一些紧急工具。那整车我觉得外观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坐在这里的一个 Halo 屏。那这个屏呢是相当于有点像极客的前面的一个灯条，它能够自定义很多的一些内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体现出车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地方它在上面显示一些包括对外的一些沟通的话语，我要接人的时候，这里写一些 hello 这样的一个打招呼的方式，我觉得都是很实用的一个功能好，坐进车内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饰的配色是一个白棕的一个配色然后大面积的皮料的包裹，然后顶棚用的是这样类似于翻毛皮的材质，我不知道它是不是那个 Alcantara， 但是摸起来质感还是挺好的。这个车的内饰呢有2种配色，一个是非常深邃的那种深紫色，第二的一种就是这种白棕色，我个人其实还是更喜欢那个紫色不知道大家看到实车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前面的这个大屏呢，相比于阿维塔之前的产品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变，它没有用中间那个曲线的弧线的一个立柱了，那整个就是拉通的一个屏幕，观感还是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的。并且这台车很大的一个特色是它配备了华为的鸿蒙的车机。那鸿蒙的车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有一个一碰传和一键手机投屏的功能，尤其是华为的手机会非常方便然后整个系统流畅度呢就不用说了非常的舒服。其实我觉得做手机的厂商在做车机这方面，我觉得一直都做得挺好的。那在车机屏幕的下方就是一个很长的中央通道在这里有2个放手机的地方，但是据我的测试呢，只有主驾这一边是有一个无线的充电功能，在充电面板的后面就是2个杯架。这2个杯架其实是我一直很喜欢阿维塔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把它做成了这样一个慢回弹，可以拉上来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我觉得其实挺漂亮的。虽然说可能实用性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个人还是挺喜欢的。这里一个很大的、非常深的一个储物空间，一瓶水完全放进去都没有问题。在中央通道的下方有一个巨大的储物空间但是它没有什么遮挡。我个人呢是更喜欢把一些收纳的一些汤汤水水或者说什么其他东西都遮起来的，这样会更美观一点。那在舒适性方面呢，这辆车除了配备了4门的双层隔音玻璃以外，室内还配备了25个喇叭的英国之宝音响，极大程度的满足了视听。我要特别好评的一点就是这个坐垫这个坐垫我身高接近1.8米，然后我的大腿几乎是完全得到了承托的，这个长度非常的不错并且这个靠背的角度也非常舒服，我不会有那种腰给顶起来或者是坐得很直的像小板凳一样的感觉非常的舒服。这个后排还是不错的，并且呢，因为这个车整体车身是比较低矮的，刚刚发言人在跟我们交流的时候也特别说到，他们把下面电池特别往下沉了一下，让出更多的乘坐空间，来给到一个比较好的乘坐感受。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重要的注意，我把它拉出来，瞬间5座就变成了一个类4座的一个感觉并且你看这个扶手其实是做的挺精美的，上面能够调节后排座椅的靠背角度，也能够调节座椅的加热有3档可调。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里的这个按键来调节这个手动的一个遮阳帘非常的实用。在重庆的这个大夏天，
非常的闷热，如果太阳是没有遮盖的直接进来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实用了，并且能够增加整个车舱内的一个采光面积，乘坐的通透感也会更好。那今天我们拿到的这辆车呢，是一个纯电版本的 Max 版本，在它上面还有一个 Ultra。那我们今天待会儿就要开起来试一试它整车配备的这样的一个华为的乾坤智驾，以及它的太行底盘啊，应该是一个挺不错的配置。这辆车由于是一个纯电版，所以它也配备了宁德时代的神行电池，配合华为的超充呢，是据说能够达到1秒钟1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充电效率啊，非常的恐怖。那我们待会儿开起来试试看吧，整车的动态怎么样？好了，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我们的试车场地啊，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一系列的场地性的测试，来进行它的加减速还有底盘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感的一个测试。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我们刚刚已经完成了整个的在这边试车场的一个测试。那测试下来，我觉得这个底盘给我的信心还是非常足的，并且能够有一些超出我的预期。毕竟它是一辆 SUV， 并且它的车重超过了2吨。我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基础参数的一个车，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期望。但是刚刚在包括八字弯、还有掉头弯以及 S 型行进的过程当中，我都觉得轮胎相对是安定的，并且整个车身给我的姿态是一个可控的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盘确实我还需要时间再去适应一下。5秒级加速和华为的乾坤智驾让它开起来信心满满，宁德的电池技术则让焦虑进一步消散。阿维塔07跟同属华为体系下的问界 M5有相通之处，跟理想 L6以及特斯拉 Model Y 比起来，又有着许多的个性亮点。亲自试一试这台车，或许你会有自己的答案。